我把未婚妻搞得昏天暗地，可她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还一副开心的样子，只因她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此时我对着电话疯狂输出，老登你个坑货竟然叫我倒插门，小爷从小跟你学艺，武道医术星象风水百家之学无一不精，我这样牛逼哄哄的男人，你让我当倒插门，当我大审案地是浪得虚名的是吧？对面那头冷笑，对你不是浪得虚名，你特么是浪得犯贱，谁特么让你睡了你5个师姐？现在好了，5个黄花闺女愣是给你弄上瘾了。老大下令北方7州的商会找你，老二的船队封锁了整个东方海域，老三连西城的边境禁军都调动了，他们挖地3尺来抓你，老四更绝，给南方6州上下几个部门都发了你照片，这是实名通缉啊！只有老5现在还被我拖在山上，没回中州江陵。你说你不去江陵还能去哪？我顿时哑火了，睡师姐的事确实不地道，我底气不足的嘟囔着，躲在江陵也没啥，可这入赘，对面那头打断我，少特么的废话，这桩婚事你必须答应，我已经通知沈家老头，待会沈冰心就会来接你。小兔崽子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违背这桩婚事，老子就将你逐出师门。我没想到那老货这次真急眼了，妈的，入赘就入赘，待会儿见到那沈家老头就开做，做天做地做死，到时候人家受不了要悔婚，那可怨不得我。我正想着，一辆兰博基尼停在员工宿舍的院子里，一道曼妙身姿从车上走了下来，竟是沈冰心，星海集团的总裁。我眼睛一亮，好大的凶气啊，这妞真带劲啊！沈冰心踩着高跟鞋直接来到我的宿舍，你就是叶凡？我点点头，是我直接把婚书递过去，验一下婚书吧。沈冰心伸手去接，下一刻我们几乎同时发出一声轻呼，婚书的边角竟然异常锋利，我们的手指竟都被割破一道小伤口，鲜血沾上了婚书。我盯着沈冰心手里的婚书，仔细打量昆仑雪蚕制成的纸，北海巨大章鱼墨汁调和的墨，纸张上的金丝绣纹竟是高阶的符阵，这婚书是个顶级的法器啊！我之前光盯着入赘2个字生气了，死老头子竟然下了这么大手笔做婚书，为什么呀？另一边沈冰心的内心更加震惊，方才手被割破之后，忽然一股玄妙的感觉涌上心头，紧接着他脑海里就凭空冒出一个声音，死老头子竟然下了这么大手笔做婚书，为什么呀？谁在说话？沈冰心吓得俏脸苍白，惊恐的环视四周，然而这个声音并没有停止，难道我和这个沈冰心真的有缘分？死老头的命理之学还是有2把刷子，莫非是看出了什么？这才不惜耗费珍宝做了这婚书。沈冰心终于听出来了，这是我的声音。沈冰心惊疑不定地问道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一脸懵，我没说话呀，这女人怎么脸色这么苍白，跟见鬼似的。不想那么多了，反正从现在开始我就做到她受不了悔婚为止，倒插门见鬼去吧。沈冰心终于确定了我的确没有说话，她刚才听到的是我的心声，可这怎么可能？更让沈冰心不可思议的是，我这个穷保安竟然和她的打算一样，我们都想让对方悔婚。沈冰心顿时心中怒道，你凭什么？你一个臭保安，我是女总裁，你有什么资格嫌弃入赘？可此时的我并不知道，我的心声已经彻底暴露了，劲头十足的开始了表演。我跟流氓似的轻浮的问道，魏大美妞多大了？沈冰心何曾被这么无理的对待过？当下一股火气就冲上了脑门，不行，她不能冲动，不能生气，这人渣是故意激怒自己，想让自己悔婚，绝不能如他的愿。沈冰心强行稳定情绪，冷漠的回答25。我大大咧咧一笑，那太好了，我22，女大3抱金砖吗？沈冰心见我会说人话了，怒气稍减不少，然而下一刻又听到了我的心声，切，老女人一个。这一刻沈冰心差点气得吐血，她青春正茂艳冠江陵，竟然被一个臭保安说是老女人。沈冰心再次强压火气，冷冷的撂下一句话，跟我回家。说完转身就走。我一愣，这就回家见家长了？也对，她是老女人了，没人要着急点也正常。沈冰心忍住想把我活活抽死的冲动，等我系好安全带后，兰博基尼一路飞驰，10几分钟后停在沈家别墅门口，一个美妇笑盈盈的迎了上来，有冰心回来了，她是沈冰心的母亲柳丽华。柳丽华看我一身保安制服，忍不住问，冰心你怎么把保安带家里来了？待会儿又得消毒。说到这，她满脸的嫌弃鄙夷，我顿时不爽，心道你特么才有毒。这时沈冰心开口，他是叶凡，爷爷定下的婚事就是他。柳丽华震惊，什么？你爷爷老糊涂了，竟然让你嫁给一个臭保安？我终于忍不住开口道，保安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还是挖你家祖坟了？柳丽华冷笑，我沈家是什么人家？江陵豪门，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你那德行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说到这，他转头冲沈冰心道，冰心啊，这婚事咱不认，我去跟你爷爷说，听爸妈的话，你还是嫁给宋景年。宋家是江陵首富，搭上这层关系，咱们沈家就能飞黄腾达了，以后你妹妹接手星海集团也能万事无忧。沈冰心心中冷笑，说到底根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，只是把她当成联姻工具罢了。集团一直是她在打理，她的妹妹沈如烟做过什么？异母同胞，凭什么父母就这么偏心？沈冰心看了一眼我，见我竟然没有生气，反而目光灼灼地盯着她的母亲，像是看到了什么珍稀物种。她忍不住心想，这家伙在干嘛？被羞辱了还没半点反应，不会是连自尊心都没有吧？正想着呢，我的心声忽然在心头响起，飞黄腾达，你可拉倒吧，就你这情况，再活1年都费劲。什么？沈冰心浑身猛地一颤，她忍不住想，我怎么知道她的母亲活不过1年？柳丽华查出绝症，只有沈父沈建国和沈冰心2人知道，一直都瞒着柳丽华她本人，不可能。沈冰心惊疑不定地盯着我，这一定是巧合。然而我的心声还没停止，好家伙，慢性肌肉萎缩，今天碰见活的了，最多不超过1年。咽喉萎缩，气管闭塞，活活憋死，那场面想想都刺激，这么吊的病都能得上，牛逼啊！我的丈母娘！沈冰心已经彻底惊呆了，我的心声说的全对，这怎么可能？家里带着柳丽华去医院查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找关系去了京城，动用了最先进的仪器，专家这才诊断出来的。而我只是看了2眼，就精准无比的诊断出来柳丽华的病情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我真的只是一个臭保安吗？没等沈冰心继续想下去，我的心声又传来了，死老头，这次你可别怪我，虽然你叮嘱过我不能见死不救，但你也说过大丈夫恩怨分明啊。他骂我一顿，我不救他命，这很公平。不对啊，他只是失去区区一条性命，而我可是损失了金贵的颜面，妈的还是亏了。沈冰心身子再次猛地一颤，他没想到我竟然能救他的母亲。自从母亲得病以来，他和父亲沈建国寻遍名医，但答案却是此病是绝症，无药可医。可我刚刚只是看了2
两眼，便准确诊断出他母亲的病情。沈冰心觉得我能救他母亲的可能性极大，虽然母亲偏心妹妹，为人刻薄又寡情，但好歹也是亲妈呀。眼看柳丽华还要继续开骂，沈冰心赶紧拉住他，然后转身走出家门。冰心，你干什么去？赶紧给我回来！你跟一个保安勾勾搭搭成何体统？沈冰心也不管他母亲的话，拉着我上了车。我母亲性格不好，请你原谅。我无所谓的笑了笑，没事，我很大度。沈冰心随即听到了我的心声，跟一个快死的人计较什么？小爷没那闲工夫。沈冰心心想，完了，看来这家伙是铁了心见死不救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不管了，他先带我去见他的爷爷，也许看在他爷爷的面子上，我能回心转意。眼见沈冰心发动了车子，我问了一句，现在去哪？沈冰心开口道，见我爷爷。我正要说话，兜里的手机却忽然响了起来。哈哈，徒儿，为师刚才想了一下，让你入赘确实有些委屈，恰巧为师算出你还有一个有缘人，为师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你去见沈家老爷子，一切便有分晓。加油！我听得一脸懵逼，这老东西又抽什么风？不过我也懒得多想，反正这老货一向精神不正常，而且沈冰心正好要带我去见沈老爷子。同一时间，在东北之巅的长白山上，毕老头忍不住自言自语，没想到沈家的2个女儿都是那小兔崽子的有缘人，这下那臭小子渡过人道大劫的几率就更大了，甚好甚好。另一边，沈冰心决定尝试和我破个冰。听说你有个师傅，我闭着眼不想搭理他，敷衍道，老不死一个。沈冰心试探问道，听说你师傅医术很高，有没有教过你？我眼睛都没睁开，毫不犹豫地否认，没有，甚至还加了个3连。医术是谁？不熟，没听过，不认识。可我的心声却又传了过去，靠，要是让你知道我医术通神，还能放我走？沈冰心恨得又开始磨牙，王八蛋真是滑不溜手。沈冰心眼珠子一转，忽然面色微红，你有空的时候能不能帮我问你师傅一件事？什么事？我迫于无奈地睁开眼睛，老女人话怎么这么多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沈冰心真想揪着我的领子大吼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想跟老娘说上一句话都没机会，你居然嫌老娘话多？沈冰心压下情绪，语气有些不自然道，我有一个朋友。听到这我心里吐槽，没毛病，自己和自己确实是朋友。沈冰心通过心声知道他的话已被我识破，俏脸上顿时红云密布。我朋友他最近胸疼。然后话还没说完，我已经盯着他那伟岸的双峰。同时心声传来，早看出来了，乳腺增生有肿块，最起码3个多月了。我看看哈，肿块23毫米左右，啧牛逼，大奶奶长大肿块，合理。不过还好是良性，没有病变。听到这一连串心声，沈冰心又惊又羞又恼。什么叫大奶奶长大肿块？无耻禽兽！这混蛋的眼睛是 X 光吗？那他在我面前岂不是穿了等于没穿一样？你转过去。沈冰心红着脸咬着嘴唇，问问你师傅怎么治？我这才收回目光，随口敷衍道，有空我问问，这点小事还值得问我师傅？2钱银铃子，1钱柴胡，3钱金骨花，4钱松香子。沈冰心毫无准备，我的心声就传来一大串药名。在着急之下，沈冰心下意识喊道，你等等，我记不住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我靠，这老女人跟谁说话呢？精神分裂症了，还是车里闹鬼？沈冰心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道，没事没事，我刚刚走神了。说完，沈冰心这才长舒一口气，好险，差点露馅了。不过刚才那些药名他根本没记住，亏了。想到这他有些无奈，就算再问一遍，我这混蛋也未必在心里想了，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10几分钟后，车子停在疗养院门口，沈老爷子此刻正在贵宾疗养套房里，惬意地听着京戏，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祸国殃民的妹子。最逆天的是，这女人身材之火爆，比沈冰心还要凶残3分啊！这2姐妹性格截然相反。如果说沈冰心是高冷骄傲，沈如烟就是热辣似火。沈冰心对这个一直被父母偏爱的妹妹没有什么好感，她直接走向沈老爷子，爷爷你还好吗？冰心来了，放心，老头子好得很。沈老爷子见到孙女十分开心，沈如烟却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一双媚眼从上到下地打量，似乎很是好奇。我忍不住心道，我靠，本以为老女人已经够大了，没想到一山还比一山高啊！沈冰心听到我的心声，心中暗骂无耻，同时不忿地瞪了一眼沈如烟，整天就知道卖弄风骚，大一点了不起啊！沈冰心介绍道，爷爷这就是叶凡。我上前一步微笑道，沈老爷子好。沈老爷子高兴，好，果然一表人才，不愧是道长的高徒。老爷子不断地点头，一脸的欢喜。沈冰心在旁边听得无语。这时沈老爷子抬头问了一句，冰心你对叶凡满意吗？沈冰心沉默，他当然100个不满意，但现在怕爷爷生气，他怎么能说出口？沈老爷子看出沈冰心的心思，叹息一声，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爷爷也不逼你。好在我有2个孙女，总不会对不起道长的一片心意。听到这，我和沈冰心都惊了。爷爷您这话，沈冰心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冰心啊，叶凡的师傅交代了，如烟也是他的有缘人，你要是不愿意，这桩婚事就落在如烟的头上了。当然最终还是得看叶凡愿意选谁。我听完傻眼了，老不死的，刚才电话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我靠，姐姐不行，妹妹来。老东西你玩得挺花呀。爷爷这不好吧，我的事怎么好强迫如烟替我？沈如烟咯咯一笑，声若银铃，姐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沈如烟扭着水蛇腰走到我身边，毫不避讳的一把挽住我的胳膊，这小帅哥，姐你不满意，我可是满意的很呢。我的一条胳膊被他夹在怀里，感受着那惊人的柔软，鼻腔里满是沈如烟身上的清香，一时间有些大脑空白。沈冰心心头一股无名火起，从小到大，父母就偏爱他的妹妹，将来他打理的星海集团也是妹妹的，现在就连一个臭保安，他的妹妹也抢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满意了？沈冰心面容清冷的瞪着沈如烟，一字一顿的说道，把你的手放开。沈如烟又是一阵娇笑，毫不理睬，反而把身子贴得更紧，那对香瓜呼之欲出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沈老爷子无奈苦笑，对这2个孙女毫无办法，你们总得问问人家的意见。于是房间里的3人齐刷刷的看向我，我愣了愣，冲沈老爷子问道，那啥，爷爷我是不是挑谁都得入赘吗？沈老爷子点点头，叶凡啊，沈家男丁不兴，委屈你了。我彻底无语了，妈的横竖都是倒插门，那老子当然选大的。沈冰心听到我的心声，他知道他又输了，我说的大肯定不是年龄大。一瞬间沈冰心心里冰凉，他倒不是在乎我，是这一次他又输给了妹妹。老爷子，我能和如烟小姐出去说说话吗？沈老爷子
爷子以为我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说出了我的选择。好，你们随意。当我和沈如烟走出房门后，沈冰心终于支持不住，缓缓地蹲了下去。沈老爷子心疼地看着这个孙女，一时之间也不知怎么安慰，最后只能无奈叹息一声。我和沈如烟出了房门，一直走到疗养院的花园。一路上沈如烟没有说话，但依旧笑盈盈挽着我。沈小姐，你姐早就看不到了，用不着抱那么紧。沈如烟一愣，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怎么抱着你不舒服吗？口是心非的男人。我笑了笑，没再说话，忽然伸出右手，把沈如烟左耳的耳坠扯断，捏在手中。你干嘛？沈如烟一把推开我，伸手捂着左耳上挂着的链子。你个臭保安有病啊！知不知道这是稀有的蓝宝石，把你全家卖了也赔不起，快还给我，给你点颜色，你还蹬鼻子上脸啊！我淡定地瞄了他一眼，伸手一巴掌拍在他腰下厚实的地方，闭嘴，安静点。顿时一阵波浪荡漾，好 Q 好弹的波浪。沈如烟猝不及防一声娇呼：臭家伙，你敢打我那里！我没理他，中指轻轻一捏，咔的一声，一颗蓝宝石顿时裂成两半。沈如烟气得两颗大蜜瓜上下抖动，刚要再次破口大骂，却见我从两半蓝宝石中间捏出一个精微小巧的仪器。沈如烟惊讶地问道：这是什么？我耳坠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窃听器 RK800，型号不错，挺新的窃听器。沈如烟一双媚眼瞪大，吓得捂住了嘴。怎么会？我淡定地说道：好好查查送你耳坠的人吧。沈如烟娇躯一颤，难道是他？还没等他回过神，下一刻他再次震惊的手足无措。只见我的手掌中心凭空冒出一缕金黄色的小火苗，刺啦一声就将那个窃听器烧成了灰烬。他忍不住惊呼：这是什么能力？你还能算人吗？我开口道：沈小姐，看在沈老的面子上，我帮你一次，至于你和你姐的关系如何，与我无关，我不喜欢被人当枪使。说完我转身走回疗养院大楼。沈如烟一个人傻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几乎石化。兰博基尼里，沈冰心趴在方向盘上，已经哭了1个多小时了。忽然一声开门的响动，副驾上来了一个人。沈冰心吓了一跳，忍不住惊叫一声。待看清是我后，他的火气再也抑制不住，大叫道：你滚啊！喂，别哭了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不喝呀？我将手中的纸袋递了过去。沈冰心抬起头，脸上梨花带雨，长长的睫毛上还沾着泪珠，当真是我见犹怜。他一把抢过奶茶，插上吸管。你不是选了沈如烟吗？又回来找我干什么？我伸了个懒腰，懒散地道：我什么时候说我选她了？呵呵，人家比我美，比我娇，比我柔，比我大，你们男人不都好这口吗？我眨了眨眼，笑道：大有什么用？她能像你一样长20多毫米的肿块吗？所以还是你牛逼。沈冰心差点又一口气背过去，咬牙切齿地道：我谢谢你夸我呀。下一刻他猛地反应过来，我说漏嘴了。好你个王八蛋，你不是不会医术吗？你装总有一天老娘让你原形毕露。沈冰心狠狠地咬着吸管，猛地吸了一口奶茶，结果刚喝一口，巨苦无比的味道差点让沈冰心吐了出来。这什么东西？是人喝的吗？我漫不经心地道：爱喝不喝，不喝别后悔。沈冰心大怒，正要把这杯破玩意砸我脸上时，忽然脑中传来心声：你个不识好人心的老女人，小爷亲自抓药，亲自给你熬好，还亲自送到你手上，不喝拉倒，留着20多毫米的肿块当传家宝去吧。沈冰心不再说话，心里竟然出现了一丝久违的温暖。她忍着浓烈的苦味，一口一口把奶茶喝了干净。你接下来去哪？我白了他一眼，这话问的，我是你沈家的上门女婿，去哪还不是您说了算？听着我语气里浓浓的怨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沈冰心看我不爽，竟然有点小开心。这时沈冰心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沈总您在哪？宋景年来公司了，说是南郊那快递出了问题。沈冰心眉头微皱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挂完电话，沈冰心转头对我说：先跟我回公司。不久后，星海集团待客室里，冰心你可算来了。宋景年见到沈冰心后，两眼在沈冰心的娇躯上下扫视，搞得我一阵火大。哎呀，你小子眼睛看哪了？老女人我可以不想要，但你也不能随便看。沈冰心嘴角一阵抽搐，宋总请称呼我全名或者叫我沈总。宋景年笑了笑，那多见外。冰心我们两个事情，伯父伯母都是大力支持的，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父母是我父母。沈冰心忍不住打断他，我是我，宋总我只是跟你来谈业务，其余的恕不奉陪。看到这我心中略有安慰，还算有几分骨气。这副要死不活的冰山气质，除了给我臭脸，总算还有点别的用。沈冰心有点无语，不就是没给你好脸吗？哪家姑娘被强行指婚之后能有好脸？这么小肚鸡肠是男人们。冰心，宋景年见沈冰心语气坚决，不由着急上前一步想要靠近，我连忙出声，哎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不好意思，我家沈总身娇体弱，对不干净的东西过敏，有话就站那儿说。宋景年气道：你是哪根葱？一个保安，我跟你家主子说话，有你插嘴的地方吗？滚！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眉宇间透出一丝杀气。多久了没遇到敢这么和我说话的？沈冰心也怒了，宋总他是我们公司的人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你今天来到底有什么事？请直说。见沈冰心发火，宋景年冷着脸道：我是来通知你，你们买下的南郊那块地，我们宋氏集团开发不了。为什么？这块地是南郊最好的一片区域，沈冰心花费无数精力才拿到手。为什么？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。沈冰心二话不说，带着我开车去了南郊。宋景年开着车，在心里冷笑一声，这女人整天装的3针9裂，到时候还不是要求我结婚？沈总、宋总，你们可算来了。工地上的施工领导连忙迎上来，沈冰心问道：张工究竟出了什么事？沈总，这块地邪门啊！张师傅苦着脸道：开土动工第一天，我们的人一铲子下去就挖出一窝毒蝎子，第2天换个地方重新挖，好家伙，直接窜出来10几条青蛇。第3天我们请了道行的师傅，找准了一个地方，一铁锹下去，直接捅了一个大型的白蚁窝。现在所有的工人都没人敢动手了呀！沈冰心又惊又疑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块地拍卖之前，请风水大师专门来看过的，风水极佳，不可能是这样的呀。是啊，我也纳闷啊，现
现在工人都闹罢工呢。您看这旁边。宋景年冷笑道：“沈总，咱们两家的合同写得清清楚楚，现在因为地的问题没法动工，我们宋氏集团所有的损失都得由你们星海来承担。”沈冰心一颗心沉了下去，这笔赔偿金额巨大，如果真到这一步，星海集团就危险了。当然了，若是咱俩成了一家人，这损失嘛，赔不赔也就无所谓了，是不是？沈冰心攥紧了拳头，原来在这等着他呢。沈冰心沉默片刻，忽然反应过来，我人没了，怎么不说话，也听不到我的心声了？他忙抬头四处寻找，却见我独自走到工地中央了，距离他已有400-500米。难道听心声是有距离限制的？沈冰心想了想，不理会宋景年，直接朝我的方向走去。走到大概离我50米的时候，熟悉的心声又在他的脑中响起。好家伙，怎么都是语气词？这混蛋想啥呢？沈冰心走到我的身边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乱跑什么？”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没什么，就瞎看看。现在情况很严重吗？沈冰心点点头，如果不能解决，我们家要给宋家天价的赔偿。可这块地的情况连风水大师也解决不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这就有点尴尬了呀。我愁眉紧锁，长吁短叹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看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沈清甚是欣慰地说道：“你别多想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与你无关，别发愁了。不愁我能不愁吗？”沈冰心心头一动，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我：“你不是不想入赘吗？无论这次是沈家破产，还是她嫁给宋景年，我都能如愿。难道我真的关心她？糟糕，她竟然有一丝小感动。菜成这样，这么点小破事都搞不定，我能不愁吗？”下一道心声直接将沈冰心的感动彻底打得无影无踪。真菜，这很明显被人摆了一道。刚才看过这个巨婴阵，我只用1秒钟，脑子里就冒出327种破解办法。不对，328，我擦，又冒出来一种。不行，太特摸多了，脑子好乱。就这你告诉我情况很紧急。沈冰心默然无语，他没想到我这个混蛋竟然还会风水，可这也太不科学了。我这家伙才20出头啊，大家都是20多岁的人，为啥他这女总裁在我这个臭保安面前显得很像个花瓶呢？沈冰心刚要开口，却又听到我的心声。也罢，这破事爱谁管谁管，反正我不管。就他那一口一个臭保安的德行，我特摸有病啊！仗着热脸贴冷屁股，爱破产破产，赶紧破产了。小爷正好早点跑路。沈冰心一下待在原地，心瞬间沉了半截。他后悔自己这副高冷傲娇的性格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沈冰心假咳2声，忍不住试探道：“嗨嗨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淡然道：“没话说，难道强行找话吗？”沈冰心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本能的生出一股怒意。从来没有男人跟他这个态度，但是他只能忍。搞笑吧你？让我说话我就说话，你谁啊？跟我很熟吗？沈冰心气得差点吐血，非要老娘今晚就躺下给你睡了才叫数。但沈冰心再急也没有办法，总不能直接质问我吧？那他偷听我心声的事不就露馅了吗？思来想去，沈冰心咬了咬牙，行，不就是生气被冷落吗？不就是不熟吗？老娘讨好你还不行吗？这时宋景年叼着根烟，连装都不装了。沈总想清楚没有？到底是赔钱呢还是给人呢？3天之内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宋景年伸手就朝沈冰心脸上摸去，其实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哪舍得让你赔钱啊？沈冰心一惊，赶紧后退一步躲开咸猪手。宋景年，你放尊重点，干嘛这么抵抗？3天后你不一样还是我的人？你以为你爷爷你爸妈能接受天价赔偿和星海集团破产吗？乖别闹，让哥抱抱。沈冰心气得浑身发抖，俏脸涨红，忍不住就要上前给他一巴掌。然而他刚要伸手，就传来了心声：“我靠，敢上手，姓宋的活腻了是吧？婚约解除后老子没工夫管，但婚约没解除，你特么想给我戴帽子，你这是找死的节奏啊！”沈冰心忽然明白了，原来我生气只是因为有婚约，原来他在我的眼中真的没有什么魅力。可笑他一口一句臭保安，然而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我没工夫在意老女人现在那点小心思，只是淡定的挥了2下手。我去，什么鬼东西？宋景年一声惊叫，就连嗓子都破音了。只见他的身边忽然冒出了7、8条大青蛇，条条都有半米长，麻绳粗细，顺着宋景年2条腿就往上缠，还都吐着猩红的蛇信。场景要多恐怖有多恐怖。沈冰心也被吓得脸色苍白，本能的抓住我的胳膊紧紧挨着。我淡淡一笑，安慰了一句：“你别怕，没事，这蛇没毒。来人呀，快踏马来人了！”宋景年被咬了几口，已经魂飞魄散，疯狂地抬起腿往外甩，他想要把蛇甩出去，然而青蛇缠得很紧，纹丝不动，甚至其中一条忽然脑袋奋力一冲，一口扎在了宋景年2腿之间。嗷呜！宋景年一蹦3尺高，嗓子里竟然吼出了藏獒的动静，工地上顿时乱成一团。沈总，咱们走吧，还是说你想多抱我一回？沈冰心这才回过神，立刻松开我的手，俏脸微红。他这是怎么回事？2人回到车上，沈冰心问道：“你哪知道附近有蛇？”我往椅背上一靠，又开始闭目养神，改变巨阴阵的阵眼，将蛇类喜欢的阴气聚集于宋景年脚下。这小手段是我5岁时候玩剩下的，当年老不死偷看山下寡妇，老子就用这招吓得他3天不举。哥童年时还是纯真的正义小郎君啊！沈冰心再次无语，连白眼都没力气翻了。呵呵，纯真正义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沈冰心发动了车子。你喜欢穿什么？我去给你买件衣服吧。沈冰心没有忘记之前的目标，决定立刻开启取悦我的计划。既然他在我的心里根本不值一提，还有什么好高傲的？想求人帮忙总得付出点什么吧？我睁开眼，疑惑地看着他，为什么？你都快嫁到我家来了，我不得对你负责吗？以后你需要什么跟我说，养你我还养得起。我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嘴巴张得能吞进去一个鸭蛋。感动吧，臭保安，给老娘尽情的感动吧，老娘把软饭喂到撑死你！沈冰心得意万分。然而下一刻心声传来，有阴谋，这还是那个看不起保安的老女人吗？为你人设崩了，你知道吗？难道是图谋我俊朗的外貌和年轻的身体，还是胸上的肿块转移到脑子里了？沈冰心得意的脸色瞬间凝固在脸上，她双手死死地攥着方向盘，指节都因为用力而发白。臭小子，老娘忍！2个小时后，兰博基尼里已经塞满了大包小包，全是我的新衣服。我总算是见识到有钱人买东西是什么样了。进店之后，沈冰心快速扫视一圈，霸气的伸手连点，这个还有这个，不要其他的，按他的尺码一样一套。我很想告诉沈冰心，别花冤枉钱了，我穿不了的，太扎眼了。沈冰心带我都连扫8家店了，我实在是扛不住了，最后劝住了沈冰心。2人来到一家饮品店歇歇脚，饮品店的大屏上正播放一则新闻：长雪集团总裁因故休长假，集团所有事务全交给副总裁安总打理。长雪集团，我
我喝着饮料，心里暗想着有点耳熟，在哪听过。沈冰心听到我的心声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人家长雪集团可是中州的霸主，产业遍布整个中州。这段时间，安副总会走访各个市的优秀企业，在每个市都会扶持一个对象。如果能被长雪集团选中，星海集团将一跃成为江陵最强。沈冰心就再也不用被父母威胁，被迫联姻宋家了。可惜这种事，沈冰心也只能想想。江陵大企业那么多，星海想要脱颖而出实在太难了。在回家路上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，哪位是个陌生号码？我懒散的接听了。暗地大人，小人是中州商会联盟的会长王正七，上头说您最近休假在中州，特命小人前来伺候。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，京城的那帮老东西就会搞这些溜须拍马的事。行，知道了，有空联系。暗地大人，小人已经在乾隆湾给您准备好了一套山间别墅 ，S 区8号，最好的地段，您什么时候亲自去看一下？不满意的话，小人立刻给您换。行，知道了，有空去看。我实在受不了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烦死了，休个假也不清静，迟早把那京城帮老东西吊起来抽一顿。沈冰心看了我一眼，原来我这家伙是在休假京城，我在京城上班，不会也是做保安吧？要是我知道沈冰心心中所想，恐怕会哭笑不得。确实是看门的不假，不过看的这扇门叫博门。不一会儿，我回到了沈家别墅，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屋里的气氛不对劲，哎，老女人又要遭罪了，有好戏看了。沈冰心悠悠地瞪了我一眼，银牙咬得嘎嘎响，你个臭小子看乐子是吧？你以为与你无关是吧？沈建国语气冰冷，怒斥一声，你给我过来！你爷爷给你安排的婚事就是他，一个保安。沈冰心嘴角抽搐2下，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的心声，我总算是知道老女人那看不起人的臭毛病是从哪来的了。她想起之前嫌弃我的样子，和现在的沈建国如出一辙，不由得有些脸红。他不是保安，是我的私人秘书。我一愣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沈冰心淡淡的回道，你试衣服的时候我去。老女人这是打算彻底包养我了呀？都说老富婆喜欢包养小鲜肉，原来是真的。沈冰心又开始磨牙，臭小子你等着，老娘一笔笔都记着，迟早跟你算清楚。沈建国火了，胡闹，立刻让他滚！阿猫阿狗都能到我沈家要饭吗？我跟你妈已经商量好了，你跟景年才是良配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旁边柳丽华也在煽风点火，你爸说的对，你看看你现在不知自爱的样子，就不能跟你妹妹学学，她多让人省心。宋景年适时的开口，伯父伯母，你们不要怪冰心，她也是一时糊涂，没事的。柳丽华立刻叫道，你看看人家景年多大度，还不给景年道歉，你聋了听见没有？景年啊，工地的事情跟你爸说一声，还请你们宋家多担待。你放心，冰心的婚事我做主了。沈冰心一颗心越来越冷，一旦公司遇到点问题，父母就毫不犹豫的把他卖了。我伸手拉住沈冰心的手，微微一笑，走吧。这一瞬间，沈冰心忽然鼻头酸酸的，她毫不犹豫跟着我往外走。你给我站住！沈建国气得直跺脚，宋景年也坐不住，猛地冲过来挡在两人面前，敢碰我的女人，活腻了是吧？砰轰的一声，我毫无征兆的抬起一脚，直接踹在他的小腹上。宋景年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倒飞出去，撞碎了沈家的大门，跟条死狗一样摔在路边。沈冰心红润的朱唇瞬间变成了 O 型，这一脚好猛，门都撞碎了呀！蠢女人记住了吗？总是高冷耍帅有屁用，人渣就像熊孩子打一顿就好了。说着，我微微回头，如刀一般的眼神扫了一眼沈建国和柳丽华，目光中的戾气顿时让两人浑身一颤，他们面露恐惧，忍不住想这就是一个暴徒。沈冰心一双美眸亮了起来，沈建国惊恐无比地指着我，你竟敢打宋家的大公子，怎么打他还要走流程？要不要扫个健康码和行程码？沈冰心闻言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心头的阴霾顿时全部消散了。走了，他拉着我的手朝自己的车子走去。我去，老女人说话怎么这么嗲，温柔的跟撒娇似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，刚才是错觉。我试探性问了一句，那个我们去哪？沈冰心听到我的心声，刚消下去的火猛地又冒起来了。闭嘴，老是跟着问那么多干嘛？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对位了，吓死老子了！我就说老女人怎么可能有女人味，这概率甚至小于我成为世界首富。沈冰心又好气又好笑，她想她怎么就没有女人味了？很快我们两人走到路边，宋景年刚缓过劲来，捂着肚子艰难地站起，狗杂碎敢打老子，老子要将你碎尸万段，老子要！砰的一声，我听得烦，抬起又是一脚，给这货踢到了马路对面，逼逼赖赖，大男人嘴真特摸碎。两人上车后，兰博基尼绝尘而去，宋景年痛苦地捂着肚子，嘴角甚至溢出了鲜血，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，喂张道长，今天晚上立刻给我发动你那个巨婴阵，老子等不了了，听清楚，老子要明天一大早就看到沈家工地毒虫爆发的新闻。挂断电话后，宋景年怨毒无比地道，沈冰心叶凡，老子让你们生不如死。这时沈建国和柳丽华连忙跑来，景年你没事吧？他们把宋景年扶了起来，宋景年没给他们好脸，冷哼一声扬长而去。柳丽华慌了，急得直跺脚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下宋家算是给咱们得罪死了，不孝女小畜生。沈建国也咬牙切齿想了半天，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，魏爷打扰您休息了，是我，沈家的沈建国，一点小事，想请魏爷帮个忙。沈建国挂断电话后，柳丽华忧心忡忡地道，这次求了魏爷，下次可就不好请了，是不是太浪费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？这次要是不能让宋景年满意，沈家就完了，魏爷不会闹出人命吧？柳丽华还是担心，放心，我叮嘱了，废了叶凡那小子的四肢，让冰心断了念想，也给宋景年出口气。魏爷是江陵地下之王，人称阎王爷的魏长春，很多事情他都能搞定。此刻在兰博基尼车上，沈冰心憋了半天，忍不住问道，你会武功？力气大点而已，从小跟老不死一起种地的，想到在山上的时候穷得叮当响，连头牛都没有，只能靠自己人力耕地。我不由得又在心里怨念。沈冰心听到我的心声，都是关于小时候种地的，他也就信了，没把这话当回事。不一会儿，车子在郊区一栋小别墅停了下来，我打量了一番，这里的房子风水不错，设计也算雅致。沈冰心告诉我，家里住得烦，就自己在外面买了一套。我点点头，
随即心里开始琢磨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工地上那个巨婴阵应该就是宋景年搞的鬼。今天那货被打了一顿，晚上必有行动，要不还是跟老女人说说，出手解决了吧。一旦巨婴阵强化启动，老女人的公司破产无所谓，毒虫蛇已泛滥，引起大规模灾害，定会伤到周边百姓的。听到心声，沈冰心也神色一怔，其实他也怀疑是宋景年动的手脚，毕竟那块地是官家拍卖，之前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这个王八蛋终于肯帮忙了。虽然那句老女人的公司破产无所谓让人很不爽，沈冰心调整好状态，甚至已经计划好了他待会儿要用什么样的表情去表示相信我的话。然而下一刻，嗨，我特摸秀逗了，为啥要跟老女人说？今晚半夜我偷溜出去一趟，悄悄解决了不就好了，省得费那么多口舌功夫。挨老女人蠢，跟她在一起大半天，我特摸也变蠢了。沈冰心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他想我心声里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又忍不住在心里骂骂咧咧。哦，那你不早说，现在老娘姿势都摆好了，你不说了，老娘今天下午为了讨好你花了那么多钱，血亏，王八蛋给老娘吐出来。沉默半晌，沈冰心冷冷地道：我去洗澡睡了，楼上的房间你随便挑一间住，不许靠近我弟房间，不许打扰我。说完他气冲冲地上了楼。怎么了这是？又有点猛，月事不调，不应该呀，帮他看过了，这个月很正常，量还很大呢。楼上的沈冰心刚进浴室，听到我的心声后，差点一头栽倒。无耻流氓，会点医术就是让你这么用的吗？老娘量大关你屁事，说明老娘健康。沈冰心第一次觉得这听心声的范围也太大了点，足足50米啊，只要在家基本上都能听见。这样下去，他迟早要被我活活气死啊！半夜11点开工干活，旁边房间里听到我临走前的心声，躺在床上的沈冰心嘴角露出一抹微笑。今夜他能睡个久违的安稳觉了。来到白天的工地，我立刻察觉到了异常，阴气陡然又重了很多。果然宋景年行动了，我玩味的笑了笑，直接原地盘膝而坐，双手掐诀，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日月叠壁，辰宿列章。我口中念念有词，双目中金芒爆亮，双手并指开始引导阴气的流向。宋景年花那么大心思来坑老女人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明天一大早绝对让宋家惊喜连连。半个小时之后搞定这件事后，我打算回家睡觉。江陵的夜景还是不错的，毕竟是中州首屈一指的大省。我慢悠悠地走着，全当是闲逛。不久路过一片繁华的夜店街，看着街边一条条小巷，我不由得笑了笑。按惯例，此时应有女人的求救声：救命啊！我靠，老不死给我这张嘴开过光，还没反应过来呢。忽然从巷子里跑出一道倩影，一把抓紧了我的胳膊。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你们不要乱来。紧接着，巷子里跟着出来5个一身花纹、烫着非主流发型、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的年轻人。我一瞬间哭笑不得，这剧情只有小说里那些主角才有的待遇啊！快救我！我是陈家陈水兰。这女人一副命令式的语气，自报家门。我借着路灯打量了一番，这女人果然是个极品美女。哎，我暗叹一声，她这穿的上面特别低，下面特别短，想看啥都能满足。穿成这样，大晚上在夜店街附近瞎逛，流氓不找她都对不起他们的职业。我面无表情，救不了打不过。陈水兰怒了，你是不是男人？见到女人危险，你竟然不救？我脸色冰冷地说道。对方人多，见义勇为也要量力而行。陈水兰又气又急，你听清楚没？我撇撇嘴冷笑一声，你是陈家的陈水兰，我还是叶家的叶凡呢？那又怎样？你是叶凡？陈水兰瞪大了眼睛，抬头打量了一番我的长相，果然是你，你竟然迟到了，让我白等这么久。这下我懵了，你认识我？什么迟到？啥时候约的？我咋不记得呢？为你们他妈的还聊上了是吧？5个流氓中，领头的那个红毛杀马特不爽了，叼着根烟大声道：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的职业？陈水兰看着几人如狼似虎的眼神，顿时吓得瑟瑟发抖，紧紧抓着我的胳膊不放。陈水兰急声道：你还不救我？我可是你未婚妻！我一脸懵逼，操，老子说你们听不懂人话是吧？给我上！男的废了，女的今晚大伙轮流乐呵乐呵。他身边几个小混混顿时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嗷嗷叫着冲了上来。陈水兰吓得惊叫一声，花容失色。我没心思跟这几个小混混纠缠，从口袋里掏出几颗花生，甩手朝几个流氓扔了过去。嗖嗖嗖，花生带着破空声，直接击中几个流氓的膝盖。卧槽，什么东西撞老子膝盖？几个流氓腿一软，全都单膝跪地不起，很快无力追赶我们。陈水兰没有看到这一幕，早就吓得闭上眼睛，任由我拉着她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停了下来，行了，安全了。陈水兰这才睁开眼，一脸怒容地瞪着我。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男人，见未婚妻迟到，让我被流氓纠缠，见自己女人被欺负，竟然转身就跑，怂货人渣。我自认为城府颇深，却也被这女人气得够呛。这女人性格也太特么讨厌了，挨这么一比，老女人真温柔。我告诉你，本姑娘瞎了眼也不会看上你这样的垃圾。我们的婚约作废。陈水兰说着，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直接扔到我脚边。这是10万，密码204614，拿着钱滚蛋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说完，她转身大步离去，昂着脑袋活像只高傲的白天鹅。我心中顿时1万句妈卖批，要我救你的时候说是未婚妻，自己安全了就翻脸。你特么到底谁啊？老子认识你吗？我一头雾水，想了一会儿，我忽然打了个激灵，不会又是那个老不死整出来的是吧？我拿出手机打通老不死的电话，陈家的那个女娃呀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对了，我跟他家里说好了，今晚你们见一面。哥，今儿这酒有点多了，忘了告诉你这茬。我顿时火大，你有病啊？没事给我弄那么多婚约干什么？还这不是要帮你找有缘人吗？中州这么大，姑娘那么多，算失误几次很正常。我差点暴走，你到底给我弄了多少婚约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老不死讪讪的笑了笑，也就5、6次，还是7、8次，还没有失败哪有成功？你看最后不是给你算出来了？天命有缘人就是沈家这丫头。我彻底
无语了，指望这老货有什么正常行为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对了，之前算失败的那些婚约婚书都在我这呢，回头寄给你，你自己看着处理一下，该退就退。就这样，为师要就寝了。说完，老不死挂断了电话。我骂了他几分钟，才稍稍冷静下来。事已至此，打死那个老不死也没用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捡起地上那张银行卡，钱是无辜的，怎么能因为一个讨厌的女人而迁怒于可爱的小钱钱呢？操，在这呢！妈的，可让老子找到了！你妈的，再跑啊！红毛杀马特瞪着眼睛问道：“小子，你刚才跟那个女人说你叫叶凡？”我点点头，没错。我心想他们不问陈水兰哪去了，反而问我的名字，这是要干嘛？红毛追问了一句：“是沈家的那个赘婿叶凡。”赘婿真特么刺耳，你也认识我？红毛拿出手机打通了一个电话：“魏强哥，是我红毛，魏爷下令要收拾的那个叶凡，我找到了，人就在我面前呢。”好嘞好嘞，您放心，跑不了。是。挂断电话后，红毛几人痛快的一阵大笑。小子，你算是赶上了，也算今晚哥几个运气好。放心，我们几个会给你多烧点纸的。我试探性问了一句：“是宋景年找的你们？”红毛一愣：“宋景年是哪个傻逼？操，你特么还盘问上我了！”红毛大怒：“兄弟们，强哥马上就到，做出点业绩给强哥看看，不用我教你们吧？”4个小弟又一次兴奋了，都开始活动筋骨，从4个方向抡着拳头就朝我冲了过去。我哭笑不得，砰砰砰，4个小混混只看到了一道残影，然后脸上就挨了一巴掌，摔在地上。我冲红毛一笑：“红毛哥是吧？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，做业绩很难的。”红毛吞了口水，半秒钟不到放倒4个，本以为是个业绩，没想到是个硬茬子。红毛开始考虑用什么姿势下跪求饶才能显得诚恳。忽然一阵发动机的轰鸣，3辆大皮卡飞驰而来，同时一个急停漂移停在了不远处。3辆车的车门打开，冲下来一帮手拿钢管的混混，足足有20多个。强哥红毛川剧变脸似的，惊恐的表情重新恢复了嚣张。强哥来了，你特么的等死吧！哈哈哈哈！就你特么能打是吧？有种你特么一打20给老子看看！还没说完，他突然啊一声，我照他脑门就是一拳。红毛哥做业绩靠的是拳头不是嘴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红毛悠悠转醒，草叶凡呢？红毛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揉了揉生疼的脑门，忽然听到一阵众人大声朗诵的声音：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公开、爱党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红毛顿时石化当场，只见以强哥为首的20多个社团成员全部挤在一块，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大声的背诵着大婶核心价值观。强哥的墨镜没了，眼眶却黑了，嘴肿得跟2条香肠似的，话都说不利索，却也在尽力的跟上大伙背诵的节奏。红毛懵了，一溜小跑到强哥面前蹲下：强哥什么诚信友善？强哥咱是混社团的，诚信友善还混个屁啊！强哥一听立刻急了，气得甩手，一巴掌都在红毛脸上，声音那叫一个清脆：草泥马的大傻逼，给老子蹲过来一起背！强哥一边说一边惊恐的朝右边看去，卧槽，坐在皮卡上不就是刚才把他打晕的人吗？红毛人有点彪，但绝对不傻，愣了3秒钟，赶紧双手抱头，跟着大伙的节奏一起大声背诵。我长长的吐出一口烟圈，好久没抽烟了，感觉不错，烟不错我就笑纳了，随后转身挥了挥手，再背10遍就散了。控制音量，不要扰民，直到我的背影彻底消失在黑夜中，20多人这才彻底松懈下来，一个个都瘫坐在地上。强哥咬牙切齿，捂着受伤的嘴道：妈的，这次栽大了！红毛眼珠子一转，机灵地道：此仇不报非君子，不就是能打一点吗？下次把别的堂口的兄弟都叫上，我就不信！我去你妈的！强哥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，报你妈的仇，老子还想多活2年！红毛捂着脸，一脸震惊地看着强哥，这可是强哥当年一个人一把刀活活杀出一条血路的狠人，怎么怂啊？收拾，回去赶紧汇报给魏爷，这人不是我们能处理的。我回到沈冰心别墅的时候，已经后半夜了，洗了个澡，我倒头就睡，一觉到大天亮。咚咚咚，叶凡给我起来，都几点了？你是猪吗？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起身打开房门，顿时眼前一亮，老女人已经化好了精致的妆容，穿了一身纯白的长裙，打扮得跟个天仙似的。有事？沈冰心看着我睡眼惺忪的样子，心里就来火。我早上醒了之后，脑子里就一直没清静过，以至于我睡梦中的心声全被她听得一清二楚。哇，好腿，嘿嘿，比老女人还要长，好滑。她真想揪着我的脖领子大声质问：你这个王八蛋，昨天晚上到底干嘛去了？到底哪个骚娘们的腿比老娘的滑？而现在沈冰心狠狠地瞪着我：几点了？不用上班了，靠睡糊涂了。昨晚碰见了那个姓陈的女人，然后又折腾了一夜，有点困。沈冰心一股火气直窜脑门，女人还折腾一夜，她在心里骂骂咧咧，还没过门你就出轨了，你一点作为赘婿的自觉都没有吗？你明目张胆的在外面找女人，当老娘不存在吗？正要忍不住发飙的沈冰心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沈总快开电视，早间紧急新闻经济台。沈冰心顾不上跟我算账，直接冲下楼打开客厅电视，电视里正在播报有关于江陵宋家的紧急新闻。今早7点半，我是宋氏集团大厦，忽然涌出大片的鼠群以及其他各种害虫的虫潮。10几分钟后，南郊的宋家别墅也同样爆发虫潮，造成包括宋氏集团董事长宋建华、宋氏集团总经理宋景年在内的多人受伤。目前宋家正在紧急处理，宋氏集团大厦也暂时封闭。此次事件对宋氏集团造成严重打击，宋氏集团股票一路下跌，目前仍未止住趋势。沈总，您看见了吗？老天有眼啊，这次咱们逆风翻盘了。沈冰心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，持续关注事情走向，准备一下之前与宋氏集团签的合同，准备谈判。挂断电话后，沈冰心一双美眸目光灼灼地盯着厨房中我，忍不住在心里想：是我吗？可是我怎么做到的？这种规模的虫灾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吗？而且只在一夜之间，不没有一晚上，这货还抽空去玩了半宿的女人。我脱下围裙，笑着道：吃顿饭再上班吧。沈冰心看着冒着热气的早餐，吃了一口，真香。你还会做饭？小时候学的，挨老东西懒得没边，我再不学做饭，俩人不都得饿死？听到我的心声，沈冰心才知道我原来是孤儿，想来我的童年一定很艰苦。工地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沈冰心随意地说道：真的牛逼。吃完饭，我们2人开车一起到了公司，江云一边汇报，一边偷偷打量着旁边的沈总。从来不正眼看男人吗？2
两个人的关系不正常，这女秘书很带劲啊，瓜子脸尖下巴，天然的蛇精脸，上围那可怕的大瓜，绝对是国服前3选手。我深深为她衬衫的扣子担忧，这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！优秀太特么优秀了。沈冰心正跟江云商讨解约细节，忽然听到心声，不由心中一阵小得意，这个臭混蛋终于知道老娘的魅力了吧？老娘可不是花瓶。沈冰心忽然觉得元气满满，正想再发表一些精辟的言论，让我亮瞎狗眼的时候，我的心声又传过来了。这江云可以啊，这么逆天的身材吃什么长大的？我擦，从后面看这水蛇腰就离谱了。老女人公司的员工都是这么优秀的吗？这上班可就不困了呀。沈冰心听完脸黑了，忍不住又在心里骂骂咧咧，老娘这么卖力在你面前表现，你却在意淫我的下属，无耻混蛋人渣。最气人的是，这货看到一个女人就夸优秀，对自己却一口一个老女人。老娘明明才是艳压江陵的第一女神好不好？你眼瞎吗？好的沈总。江云不知道这小两口正在进行思维大战。沈冰心调整好心态，转头看了一眼我，咬着牙问道：喂，你怎么看？我仍盯着江云的身材，下意识回道：我想凑近看江云。沈冰心忍无可忍，马上就要发飙。叶凡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看到老女人脸色铁青，顿时吓一跳。我靠，光顾欣赏江云了。刚才老女人说什么来着？哦对，和宋氏集团解约的事情是吧？这是问我干嘛？有病啊！我就是个摆烂的秘书，不是说好了包养我吗？不是说好了软饭不限量供应吗？沈冰心听到心声，杀了我这货的心都有了。他想赶紧让我这货滚蛋，滚回后勤安保去。他不受这个气了，眼不见为净。老女人说要解约，可为啥要解约啊？沈冰心一愣，怒火暂停，有些不解的看着旁边的江云，可尴尬坏了，这俩人都不说话，在那大眼瞪小眼是闹哪样？要是我才不解约。现在主动权可是在老女人手中，宋家要度过这次危机，这个原本可有可无的工程就变成了关键，宋家一定尽心尽力。换句话说，星海就是不解约，宋家只能当孙子，而且还能在舆论中树立一个不落井下石的良心企业的好形象。再换哪家合作对象能有这好处？这一大段心声听下来，沈冰心呆住了，说的也太对了呀。然而我的心声又传了过来，可怎么和老女人说呢？老女人脑子不好，反应慢还小心眼，记仇的很，让她别跟宋景年解约，恐怕她得气疯。算了，随她去吧，反正又不是我的公司，我只是个赘婿，专心吃软饭就行，管那么多干嘛？我瞬间又进入摆烂状态，冲着沈冰心竖起了大拇指。沈总英明，解约万岁！沈冰心嘴角又开始抽搐，老娘记仇，脑子不好，反应慢，你给老娘等着！压下心中的思绪，他重新开口：江云，刚才我说的话全部忘掉，这约不解了。江云惊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沈总从来没有这样朝令夕改的坏毛病，莫非是小情侣闹别扭？说这样好，我就偏不。江云已经自行脑补出狗血剧情，他决定直言劝道：沈总这样不好吧？如今宋氏集团的情况，解约确实是符合我方利益的决定，您为什么忽然改主意了？我也有点懵，这老女人跟我在这玩反复横跳吗？面对江云的疑问，他把刚才从我心声里听到的内容完美的复述，从头到尾意思一点不差。随着沈冰心的讲述，江云的眼神渐亮了，从一开始的疑惑不解变成了惊讶，沉思到最后恍然大悟，自愧不如，好想法呀沈总。江云不是刻意讨好，而是真心竖起了大拇指，不解约确实对我们百利无一害，还是沈总高瞻远瞩，眼光长远，格局宏大。这一连串的夸奖让沈冰心忍不住有些飘飘然，嘴角都露出了一抹微笑。我也有点惊讶，有点刮目相看的打量着沈冰心，这老女人忽然开窍了，虽然慢了一拍，但也算难得。好吧，这次表现不错，给你加10分，满分100。老女人任重道远，努力啊！沈冰心又是一阵无语，老娘靠颜值和身材就能满分好不好？沈冰心又跟江云交代了一番后，她便让江云先回去忙了，转头看了一眼我，发现我竟然趴在办公桌上开睡了。沈冰心甩手就是一个文件扔了过去，我头都没抬，伸手一截，精准无比的抓出文件夹，往桌上一放。我迷迷糊糊地道：别闹，让我睡会儿，忙一晚上了。沈冰心气得牙痒，你忙一晚上是忙活老娘的事吗？恐怕是去忙活别的女人了吧？沈冰心怒声道：给你发工资就是让你来睡觉的，你可以不发工资，我也可以回家睡，反正我是赘婿，你养我。沈冰心脸又一黑，正要发飙的时候，忽然办公桌上内线电话响了。沈冰心接听之后，对面竟然是沈如烟。姐夫和你在一起吗？沈如烟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。你乱叫什么？谁是你姐夫？姐，我有急事，求你了。她这个好妹妹，从来没有对她这么低声下气过。想了想，沈冰心还是叫了我过来接电话。我有些意外，走过去接起电话。你好，哪位？姐夫，快救我，是魏长春，他要见我，否则就不让我走。姐夫，你快来啊！魏长春是江陵乃至全中州的地下霸王。这么说，昨晚那帮小混混也是他的人？你现在在哪？湖滨路临江会所，等着我马上到。我语气仍然淡定随意。我出去一趟。沈冰心一急，你别去，还是报警吧。我奇怪的看了他一眼，这女人好像知道自己要出去干什么。沈冰心也意识到，情急之下，她差点暴露了能听见我的心声，赶紧支支吾吾道：我刚听如烟的语气，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，没什么小问题，我去把她带回来。沈冰心更加生气着急，那可是魏长春说小问题，你要装也不是这种时候装吧。情急之下，沈冰心用内线电话叫来了江云。我刚出公司大门，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叶秘书，等等我。我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个身材劲爆的助理江云。这女人着急追赶自己，穿着高跟鞋一路小跑，那两团伟岸的存在顿时波涛汹涌，实在壮观。跑到我的面前，江云拍着胸脯喘着粗气：叶秘书，沈总让我送你，那麻烦你了。我无奈的笑了，这个老女人派个女人跟着自己有什么用？江云开着公司的车，我坐在副驾上闭目养神，开了一半，江云的手机忽然响了，她看了一眼来电号码，皱起眉头，直接挂断了。然而打电话的人很有毅力，很快又再次打过来。就这样，江云连续挂断了5、6遍。江助理是吧？现在的手机其实功能挺强大的，比如说吧，不想理的人就被拉黑了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呵呵，那还真是抱歉了，打扰您睡觉了。江云很不爽，当我是你专职司机吗？没事，我不记仇。我呵呵一笑，继续闭上眼睛。然而打电话的人锲而不舍，连续几分钟，对面一直夺命连环扣，我实在是被烦得受不了了，直接一把将手机抢了过来，按下接听。喂，你谁啊？有完没完？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干什么？
了。江云又惊又怒，却也来不及阻拦。对面沉默片刻，你就是那贱人找的小白脸？那贱人呢？他洗澡呢。对不住哥们，刚才力道有点大，现在有点累，先睡了，有事以后再说。江云人都傻了，洗澡力道有点大，什么虎狼之词？江云炸了，你有病啊！你凭什么抢我手机？凭什么接我电话？就凭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就能起诉你性骚扰？我满不在乎，我这是帮你。江云气得俏脸通红，滚！这件事我会151市汇报给沈总，你等着卷铺盖滚蛋吧！求之不得，谢谢你好心人。江云一气之下，拿起手机直接给沈冰心打了过去。151市说了情况之后，没想到沈冰心敷衍了2句，只说会批评教育，我就挂断了。批评教育，这就完了。江云一肚子怒气没地方发泄，只能狠狠地把手机一甩。一路上两人再没有交流。半小时后，车子停在了临江会所的门口。临江会所 VIP 贵宾包厢里，王会长来，我再敬您一杯。中年男子微微点头，端起酒杯轻抿一口，一丝一丝。魏长春干了一杯之后，小心翼翼道：“王会长，您先坐一会儿，我有点小事去处理一下。”那王会长随意的摆摆手，没说一个字。魏长春这才起身退出包厢。魏爷一个商会联盟的会长，说到底就是个臭商人，咱们至于这么巴结吗？闭嘴！郑气明面上只是商会联盟会长，实际的身份大不简单。可能魏长春神色严肃，压低嗓音指了指北边的方向，和那边有关。京城下属惊呼出声，小点声，小心伺候着。那个沈如烟呢？在3包厢。魏爷，咱们是受沈建国委托收拾叶凡，现在却绑了沈建国女儿去办事，是不是事办成就行？魏长春不屑道：“沈建国算个屁，老子肯帮他忙，都是给他面子。”正在这时，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惨叫声。A3包厢魏长春的手下惊了。此时在 A3包厢里，两拳撂倒了2个看门的混混，直接一脚踹开了包厢的门。姐夫，坐在沙发上的沈如烟看见是我，顿时惊喜地跳起来，一阵香风扑进了我的怀里。呜，姐夫，你可算来了，吓死我了！我整个人顿时软了99%。我靠，你带球撞人犯规了呀！这么大的2个球，撞得我一阵心律不齐，这简直是内伤啊！沈小姐，按照剧情设定，咱们的关系好像不是这样的吧？沈如烟梨花带雨，抬头看着我，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姐夫你好小气，还记仇呢。”我哭笑不得，完了，这个坏女人的人设也崩了。你先放开我！不放！沈如烟像条美女蛇似的，在我的怀里扭动，人家害怕，待会儿还要打架的。我哭笑不得，你打你的，我抱我的，不耽误。全身都软了，拿什么打？我没好气的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。沈如烟忽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似的，惊慌的松开了我，哪有全身都软了？姐夫流氓！他清丽的面庞红扑扑的，羞涩无比的瞪了一眼我。我哭笑不得，这个小姨子怎么这么极品？样貌身材是极品，性格也是极品。正在这时，魏长春带着手下赶到，沈如烟吓得赶紧躲在了我的背后，就特摸你叫叶凡啊！魏长春掏出一盒烟，拿出一根叼在嘴里，身边小弟懂事的递上火。我一看魏长春抽的烟，眼睛一亮，比上次抢强哥的那包档次高啊！红毛哥也缩在人群中，见到我的眼睛盯着魏爷的烟，不由自主的身体一哆嗦。本来呢，有人花钱买你4支，但你2次打伤我兄弟，这事可就不好办了呀！我微微一笑完，魏弟道：“那你想怎么样呢？4支再加你小弟，反正废了4支，你那玩意儿也用不上了。魏爷，我好心帮你断了念想。”沈如烟躲在我的身后听了这话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姐夫，你还等什么？动手啊！”沈如烟扯着我的衣袖：“你想让我姐守活寡呀？这丫头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大？他们这么多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打得过？你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打不过？姐夫用你的小火苗刺他们一脸，我差点被自己口水给呛着。我先刺你一脸。”如烟一愣，忽然眼角带翘，双颊生红晕，魅意十足的咬着嘴唇：“可以啊，但我不要小火苗，我要小水枪。”我不对。沈如烟红着脸朝下方瞄了一眼，是大水枪。我老血狂喷，这小妖精到底啥材料做的？沈家的家庭教育问题很大呀！对面魏爷等一帮人都看傻了，姐夫和小姨子，小火苗和小水枪。魏爷冒出和之前红毛哥同样的念头，你们在打情骂俏的时候，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的旨？操，你们特摸的有完没完？动手！魏爷一声令下，小弟们一个个嗷嗷叫冲了上去，只有红毛哥留了个心眼，故意落后了几步。姐夫小心！他刚想抓住我的衣袖，寻求一点安全感，却抓了个空。身前的我忽然就不见人影了，一道快如闪电的身影，带着一连串残影冲进了人群之中，击倒声和惨叫声响成一片。整个过程也就是2秒钟不到，场上的小弟只剩下走在最后的红毛哥。我打到红毛哥的时候停手了，哟呵，熟人，红毛哥是吧？你看看又耽误你做业绩了。红毛猛地打了个寒战，您客气了，不劳您动手。我自己躺下，在魏爷震惊费解的目光中，他最后一个小弟红毛十分干脆的躺在地上。魏爷是吧？我目光转向魏长春，要不你也试试。魏长春身子猛地抖了一下，终于回过神来，这尼玛还是人吗？刚才他这些小弟中可有好几个高手，有的是在国外混了多年的雇佣兵，杀人如麻，有的是曾在南洋打黑拳的硬汉，2秒不到全部撂倒。沈家竟然告诉他我这是废物赘婿。魏长春忽然觉得他好像个傻逼，被沈建国那个老东西给骗了。沈如烟却很兴奋，这女人2眼冒着小星星，一脸崇拜地看着我，太帅了，怎么可以这么帅啊？但一想到这么帅的男人是那个讨厌的老姐的男人，沈如烟心中就一阵失落。魏爷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我倒是看走眼了，兄弟哪条道上的？我笑了笑，我走人行道，偶尔非机动车道。沈如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娇媚的赏了我一个白眼，兄弟做人不要太嚣张，这个世上并不是能打就行，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力量。那我等着魏爷让我见识见识。我轻笑一声，再不废话，拉着沈如烟大摇大摆走出了包厢。魏长春感受到了混江湖以来头一次如此彻底的挫败，他扫了一眼地上躺着的一群小
地，转身回到了 VIP 包厢。王会长，听闻您手下有些奇人异事，不知能不能请1、2位帮在下一个小忙？那王会长皱起眉头，不满道：“你想让我帮你那些违法乱纪的事？不敢不敢，您放心，真的只是小事，绝对不会牵连到你。事成之后，关于江陵地脉的消息，我一定尽心尽力帮您打探。”王会长沉吟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我带着沈如烟走出临江会所。沈如烟好奇：“江姐姐怎么失宠了？我老姐把你派给我姐夫做司机了。”江云震惊：“什么姐夫？”我玩味地看着江云：“别乱叫，我倒是愿意答应，就怕你姐不干。”江云彻底傻了。忽然，一辆凯迪拉克飞驰而来，一个帅气的年轻男子带着一个保镖，怒气冲冲地下了车。江云，你个贱人，给老子出来！你特么给老子说清楚，你刚才在哪洗澡呢？接电话那个王八蛋是谁？老子活剐了他！江云脸色一阵阴沉，他没想到王和渊找到这来。沈如烟十分机灵，惊讶地瞪着我：“流氓姐夫，你来救我之前还有心情跟别人洗澡啊？”江云直接打开车门走下车。王和渊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刚才跟你在一起那男的是不是在你的车上？江云秀眉一皱：“再又怎样？我只是答应可以跟你相处看看，并没有答应做你女朋友。现在我正式通知你，咱们没有必要相处的必要，请不要再骚扰我。”江云说完，转身就要回车上。我心想：要糟，这王和渊受到刺激了，不得动手了。谁想到前一秒还无比嚣张的王和渊，竟扑通一声直接双膝跪地：“云不要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千万不要不理我呀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再也不敢了。”王和渊一个大男人，竟然1秒钟泪流满面，声泪俱下。我和沈如烟嘴角同时一抽，原来是个冲动攻击型舔狗啊！王和渊直接跪爬到江云的车前：“云，你要离开我，就直接从我身上碾过去吧，反正没有你，我也活不下去。”江云皱眉，俏脸上满是不耐烦和怒气。他拿起了手机，我问：“你干嘛？”江云冷然回道：“报警。”我不理他，让开。说完直接启动车子，挂档油门，嗡的一声，车子急速起步。“你疯了！停下，快停下！”江云惊怒交加，急得大叫，眨眼间车就冲到王和渊面前。那小子根本没反应过来，脸都吓白了，一动不动。就在即将撞上的前一刻，我精准的提前踩了刹车，一阵轮胎摩擦地面的刺耳声中，车头距离王和渊只有10厘米的位置停了下来，场面死一般的安静。江云和沈如烟都吓得不知所措，心脏狂跳，说不出话来。车外跪着的王和渊呆了几秒钟，突然大叫一声：“我不想死！”他连滚带爬从地上爬起来，不顾一切跑了。保镖也愣了2秒，才猛然回过神，赶紧冲回车上，开着车就朝王和渊追去。我淡淡一笑，他以后应该是不敢再找你了。不用谢我，谢你二大爷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会出人命的。我耸耸肩，我只是帮他看清楚，失去你和死亡到底哪个更可怕？沈如烟忍不住八卦地问道：“江云姐姐，那人到底是谁啊？”王家大少爷。王和渊。江云无奈道：“我看他条件不错，就答应试着相处一下，没想到他就缠上我了。”沈如烟眨了2下眼睛：“我记得之前你有一个大学学长一直追你啊，据说人品很好。”江云苦笑：“人品好有什么用？他家里条件太差了，我家人不会同意的。”不久，车子开到了星海大厦楼下。“姐夫，我不想去见我姐。”沈如烟扯着我嗲声嗲气的撒娇。我刚要说话，忽然神色一动，左后方7点钟方向有2个身怀气劲之人。我漫不经心的回头看了2眼，随后一言不发，拉着沈如烟走进了公司。潜在暗处的黑色紧身衣美女瞬间瘫坐在地，后背汗湿。撤！我们已经暴露了，对方实在太过危险。方才他用眼神向我施压，差点隔空让我窒息。我带着沈如烟上楼，来到沈冰心的办公室。辛苦你了。沈冰心抬头冲我点点头。你是怎么从魏长春手里把人带回来的？把如烟从临江会所带出来，总共分3步：一走进临江会所，2找到如烟，3走出来，完美。沈如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她越来越觉得这个姐夫十分有趣，跟我在一块时时刻刻都开心。你还有脸笑？见沈如烟对我情意绵绵的样子，沈冰心心里就火大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就知道惹事。从明天开始给我来星海上班，从最基础的业务员做起。沈如烟一听急了，刚要开口争辩，沈冰心就冷喝一声：“闭嘴！”她淡漠道：“你敢不听？今后你别想从星海集团拿走1分钱，爸妈也帮不了你。姐夫，你看你老婆，她总欺负我。”我顿时头大，哎，小姨子你自求多福吧。姐夫，我也是被逼的呀，哪天我从老女人手上逃出苦海了，一定回来救你。听到我的心声，本就不爽的沈冰心顿时气炸，这个混蛋就这么嫌弃自己，摸摸你良心，老娘跟你在一起，到底是谁吃亏？沈冰心一肚子火，只能发在沈如烟身上。去那边沙发坐着，今天你哪也别想去。说完，他看向我冷然道：“吃完午饭，跟我去一趟陈家。”我一愣，陈家？哪个陈家？不会是……正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，沈总，您的外卖到了。前台把外卖给送了进来，你们自己去食堂吃点吧。沈冰心自顾自打开外卖，竟是一份炸鸡块。你就吃这个？我有点意外。沈冰心淡淡地道：“随便吃点，食堂吃腻了。”这老女人竟然还挺接地气。我正要拉着沈如烟去吃饭，忽然停下脚步，皱起眉头，空气中怎么有一股异样的香气，很淡很淡。若不是我这堪比警犬的鼻子，寻常人根本闻不到，像是新花的香气。我猛地转头盯上了那份外卖，外卖有人下毒，别吃！我立刻大喝一声。然而沈冰心已经夹了一块放进嘴里，正嚼着呢，可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手伸出去一半，突然为难地停住，这总不能动手把鸡块从老女人嘴里抠出来吧？这也太猥琐了。但情况紧急，没时间犹豫了。是新花的毒性很诡异，在嘴里还不严重，一旦咽下肚子与胃酸融合，片刻之间就能要人性命。眼看老女人已经嚼了好几下，我情急之下猛地将脑袋凑了上去，唇齿相碰，我那3寸肉舌头可是经过5位师姐的历练，摧枯拉朽一般，直接将鸡块从沈冰心嘴里抢了过来。沈冰心根本没反应过来，碰到我的嘴的时候，她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眼睛瞪得滚圆，整个人都石化了。旁边的沈如烟也傻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在心里想：姐夫憋太久，终于忍不住爆发了。转瞬间，沈冰心回过神，顿时暴怒，她一把推开我，猛地站
站起身，甩手一巴掌拍在了我的脸上，我被抽得后退2步，但我没解释，从桌上抽一张纸，将嘴里的鸡块吐了出来。滚！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！沈冰心浑身发抖，是真的生气了。好险！我看着手中鸡块仍有些后怕，无耻的东西，我叫你滚，听见没有？想到刚才的接触，沈冰心就觉得心里一阵恶心，盛怒之下，他顺手拿起桌上一个文件夹，朝我狠狠砸去。我没有躲，任由文件夹砸在身上。我抬眼看了沈冰心一眼，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情绪。老女人生气也可以理解，毕竟情况紧急，我也来不及解释。但你好歹问清楚，难道你觉得我就是这种不分场合就兽性大发的？算了，本来就是被迫的婚约，双方没有信任很正常，这样也好，不用当赘婿，我也不用费口舌解释。沈冰心听到我的心声，微微一愣，却怒气不减。信任你？我凭什么信任你？你做出这么猥琐的事情，竟然还有理了？无耻至极！只是这次下毒，到底是谁要针对老女人？是心花这种毒可不便宜，一钱的分量价值超过10两黄金，寻常人还未必能买得到。哎，算了，人家都赶我走了，我还想这个干嘛？只是下次遇到这种事，老女人怎么办？不想了，不想了，救了她1次2步向前，我这就走人。想到这，我轻舒一口气，觉得浑身轻松，将手中包着鸡块的纸扔进垃圾桶，随后又将桌上还没吃的鸡块拿走。沈总既然让我走，总得给顿吃的补偿一下吧。鸡块我笑纳了，我哈哈一笑，拿着鸡块转身走出房门。沈如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剧情发展太快，她根本反应不过来。片刻后，她才叫了一声姐夫，然后追了出去。沈冰心站在那里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我心声的内容完全超出她想象，鸡块里有毒，有人要害自己，不可能，就是很平常的一份外卖，怎么可能？但沈冰心心里明白，我的心声不会说谎，而且我临走时还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把剩下的鸡块都拿走。一想到错怪我了，沈冰心咬着嘴唇，有点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。她想了一会儿，走到垃圾桶旁，把那块嚼过的鸡块拿了出来，然后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接听后，那头传来一个好听的嗓音：“这不是我们的沈大总裁吗？沈总贵人事忙，还能想起我这个闺蜜啊？”听着这带有怨念的语气，沈冰心心中升起一丝温暖。加入实验室的工作还忙吗？我有件事要请你帮忙。我就知道那头的女子气哼哼道：“没事求我，你才不会想起来找我。”好了，别闹。沈冰心苦笑道：“我今天有可能差点命都丢了。”我走出星海大厦，无比轻松地伸了个懒腰。天是蓝的，草是青的，风是柔的，倒插门是特摸得过去时，这下老不死找不到茬了吧？不过万一那老货不讲理，一气之下把自己的行踪告诉几个师姐，我得早做打算。我正想着呢，忽然眉头一皱，之前跟踪的女人竟然还在，有点意思。这心是真大呀！我穿过闹市，来到一个僻静的巷子，还跟呢，我都快到家了。一道身材热辣的人影转身走出，美女打扮得跟个80年代特工似的，年纪不大，但该大的地方都很大，挺翘的臀儿更像是成熟美妇，完全不符合年龄。此时刘思的脸上满是戒备，前辈晚辈刘思隶属于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淡淡地道：“优质高带了吗？”刘思一愣，他没想到他根本不用自报家门，我已经认出他的身份。他下意识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瓷瓶，带了就1瓶。我十分不客气地说道：“再来点。”刘思又拿出2瓶，同时在心里苦笑，他在幽影会会长面前都没这么听话过。没办法，谁让人家强呢？拳头就是硬道理。哦什么？拿过来啊！这么没眼力见。啧，幽影会的新人教育问题还得抓一抓呀。刘思咬了咬牙，强行压下脸上不爽的神色，把药递给了我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刘思整理一下思路，正要开口，前辈，我却打断了他。你多大？刘思一脸懵，23，你比我还大1岁，你叫我前辈？我这张帅脸看起来很沧桑吗？刘思忍不住吐槽，见过自恋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忍没办法，人家拳头硬。刘思试探性问道，那先生贵姓？你不认识我，那你跟踪我干嘛？本以为幽影会派人来找自己，是有事相求，毕竟他们的老大是我的小马仔，是我唐突了。我是被上头派来江陵执行任务，偶然见到先生您实力超群，便想结交一番，原来是拉拢自己来的。我冷冷地说道，说说你的任务。前辈息怒，我们只是奉命来江陵保护一个人，前辈认识的星海集团总裁沈冰心。刘思的样子不像撒谎，我好奇地问道，为什么？晚辈权限不够，只知道沈冰心似乎关系到江陵地脉的事情。我皱起眉头，这倒是个大事，地脉关乎国运，作为大沈暗地，这种事我当然不能不管，更何况现在大沈的国运昌盛，所以很多国家都开始打起了破坏大沈地脉的主意，没有一成地脉被毁，大沈国运便消减1分。只是沈冰心怎么会跟江陵地脉有关呢？想起今天沈冰心被人下毒，我心中有些明悟了。你们既然特意来保护，是否现在很多人盯上他？刘思点头，神色郑重，是。世界排名前10的杀手组织有6个，他们都接了委托要杀沈冰心。天骄榜上前10的高手也有3个，他们也开始行动了。